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用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深入看看这个主题：智慧建造者——台湾 AI 教育的信仰与全球视野。我们手边有您分享的这份智慧建造者文章，还有一些笔记，内容真的蛮特别的。它主要是看说台湾在全球这波 AI 浪潮里，怎么尝试把基督教的信仰价值把它放进来，走出自己的 AI 教育的路。这次呢，就是想为您拆解一下这里面的核心想法，看看信仰是怎么启发 AI 教育的，就对您理解未来教育啊，还有科技伦理，可能有些不一样的看见。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尝试是怎么开始的，起点是什么？这个切入点确实很不一样。资料里面有提到，全世界现在对技能转型的要求很高嘛，压力很大。然后台湾自己的 STEM 教育，也遇到一些挑战，所以就有人开始想 ，AI 教育能不能有更深一点的根基？而这些文件就显示，台湾他们正尝试用基督信仰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说人的独特性啊，还有像爱人如己这种诫命，来当做 AI 教育的一个锚点。用信仰价值来定位 AI 教育，哇，这真的不常见。那资料里提到几个核心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怎么具体用在教学上呢？听起来好像不只是教技术哦。对，没错，这里引人思考的就是，他们试图在技术的效率跟这个人性的关怀中间找一个平衡。比方说，受造生命的独特性这个概念，这个是从创世纪来的，就是人是按神形象造的，强调人有那种 AI 没办法复制的灵性啊、创造力啊。像那个康桥国际学校，他们有个电子宝宝课程。哦，电子宝宝。对，用 AI 模拟的婴儿，让学生去，信仰里面说的那个管家职分。就是说对生命负责的那种态度了。哇，把这种比较抽象的神学概念变成学生可以实际去体验的东西，这个方法很有意思。那另外一个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呢？这个现在 AI 这么普遍，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吧？对，这个非常关键呢。资料特别强调说需要有道德来指引。他们引用了基督教那个爱人如己的核心教导。举例来说，像新加坡他们推那个智慧国计划，就要求学生在教 AI 素养的时候，要结合这个原则去讨论像是资料隐私这些问题。那台湾高雄也有跟微软合作那个 AI 双语教室，他们也试着把圣经里讲的诚实原则放进去，让大家反思一下 AI 翻译可能会有哪些伦理问题。还有一个是永恒价值的教育根基，这听起来是不是在提醒说不要太过崇拜技术本身啊？正是这个意思。他鼓励学生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不是说 AI 说什么就信什么，要懂得分辨。这就呼应圣经里说的试验诸灵，就是要审慎分辨嘛。同时也要小心，不要把技术当成偶像来拜，所谓的技术偶像化。资料里面有提到，像日本官方就很强调学生自己的判断力很重要。还有台南有间教会学校，他们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尼布甲尼撒金像的故事，那个拜金像的故事，对，就是用那个典故来跟学生讨论，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或是崇拜技术，可能会有什么风险。哇，这些台湾本地的探索真的很有趣。那资料里是不是也提到台湾有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是的，这些笔记看起来台湾不是自己埋头在做。比如说，芬兰有间学校，他们的 AI 系统会结合学生的运动数据，还有诗篇里那句“我受造奇妙可畏”的经文。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他们把诚信这个价值观融入到 AI 产品的开发里，甚至还设计那种符合利未记讲的永续原则的智慧城市系统。还有日本京都有学校开了禅宗哲学与机器学习的课，他们在探索东方智慧跟技术怎么结合。连那个鸿海集团的教材，听说也引用了箴言来讨论 AI 的局限性。综合了这些理念，还有国内外的案例，那么根据您手上的资料，台湾规划的具体转型路径大概会是怎么样？
这对您对我们听众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把这些线索都串起来看的话，台湾好像是想多方面一起进行。课程方面，他们在开发像是 AI 解读诗篇这种课，还跟台积电、联发科这些企业合作开 AI 与神学的实习课。教会学校甚至有在试 AI Plus 礼拜于世。哇，师资这块，他们办 AI 教育神学工作坊，也参考日本的经验，像是结合雅各书来讨论演算法里面的偏见问题。伦理创新这方面，规划高中要开 AI 与圣经智慧的必修课，结合罗马书来谈数据主权，甚至还办 AI 道德黑客松，用彼得前书谈风险意识。他们还开发家长的 App， 想形成一个家校教会的网络。所以核心目标就是希望在拥抱 AI 效率的同时，也要守护住那个按神形象所造的人的本质跟价值。最终是想培养出那种既能创新又有爱心、有关怀的智慧建造者。好的，今天我们根据您提供的这些资料，深入聊了台湾在全球 AI 教育的发展里面，怎么样尝试用基督教信仰当作基础去塑造一个很独特的方向，从强调生命的独特性、伦理的界限，到谈永恒的价值，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核心的重点，我想就是这不单单是技术教育的更新，更像是在这个科技时代重新去寻找人性价值跟技术理性之间怎么取得平衡的一种努力跟尝试。对，没错，这确实留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您回去继续思考一下。就是说，当技术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您觉得在教育里面，像这样注入一套深刻价值观体系，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或者说，又可能会碰到哪些实际上的挑战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